OPPO Find X9 Pro 和 vivo X300 Pro， 这次就来看看它俩的对比。本期看点如下，推荐大家仔细去看。那之前 vivo 这边大家已经看了它的单期节目了，对它的表现应该有所了解了。那 OPPO 在这次对比中呢，有2个环节，就是主摄跟长焦环节可以说是有喜有忧。注意看下方的进度条啊，我们的测试环节还是非常丰富的。但是在我们节目里呢，不光有测试环节，还能看到很多网友上传的优秀摄影作品。鼓励大家参与到摄影中来，一直是我们节目的宗旨。现在有很多的朋友都响应了号召，把自己拍摄的优秀的摄影照片都上传到了视频回复当中。非常感谢这些朋友，因为是你们用实际行动带领着大家参与到了摄影中来。也非常感谢大家的点赞和加关注，尤其是加关注啊，这是让我们这档节目不停更、继续更新下去的动力，所以就非常感谢大家了。那下面就看看本期的摄影环节有哪些网友的摄影作品入选了吧。器材虽然分好坏，但是摄影不论器材，能成像的设备都能参与到摄影中来。欢迎收看 ZPH， 别忘了点赞和加关注支持我们啊！那下面就来看看这两台设备的表现吧。那这两台手机的后摄呢，都是3颗镜头，都是主摄跟超广角，但是长焦呢略有不同。OPPO 这边呢是3倍的长焦 ，vivo 是3.5倍的长焦。现在是 OPPO 的拍摄界面，默认给了5个阶段切换按钮，0.6倍就是超广角，1倍是主摄，2倍是主摄的数码变焦，3倍呢就是长焦镜头，6倍是这颗3倍长焦镜头的数码变焦。vivo 的拍摄界面默认也给了5个焦段切换按钮，0.6倍的超广角，1倍的主摄，2倍数码变焦，3.5倍的长焦，还有一个10倍焦段。同样的10倍呢也是3.5倍镜头的数码变焦。那这里单独说一下色彩啊，就是 OPPO 的拍摄界面中有一个大师模式，这个大师模式呢可以看作它的专业模式，也可以看成它的另外一个色彩模式，因为在大师模式下跟默认模式拍摄出来的样片色彩是完全不一样的，它有一套自己的色彩逻辑。但是在大师模式下呢，最远的数码变焦只有10倍了，而在默认模式下的最远数码变焦呢是到120倍，当然我也不推荐大家去用啊，因为画质损失是非常糟糕的。那当然了 vivo 也提供了很多的色彩模式啊，黑白啊、质感鲜明、自然、负片、正片啊，这些也都是很好玩的。但是呢，它虽然说给的多啊，但是我个人还是更喜欢 OPPO 的大师模式拍摄出来的色彩。现在看到的对比呢，就是 OPPO 的默认模式和大师模式在相同环境下拍摄出来的色彩对比。大师模式的色彩逻辑呢，我还没总结出来规律啊，当然了，我也是懒得总结，反正拍出来好看，拍出来润就可以了。当然不是所有的环境都适合大师模式啊，肯定也有一些环境呢，默认模式拍摄出来的更好看，而且它也内置了其他的色彩模式。那这些呢，就需要大家多拍多试多动手，去寻找自己喜欢的风格，去寻找什么环境更适合什么色彩模式了。现在是 vivo 的色彩模式对比，它提供的色彩模式非常多，我就挑了几种比较有代表性的。还是前面说的那句话，肯定不是某一种色彩风格会适用于所有的环境，这里总有适合你的不适合你的，因为好吃的好看的好玩的这些都是没有标准的，人跟人是不一样的，人眼跟人眼也是不一样的。
当然，这些所有的色彩模式跟什么所见即所得呀，跟人眼还原呀，跟真实啊，这些都没有关系。而且屏幕跟屏幕是不一样的，你自己家就有非常多的屏幕，不同的手机啊，不同的显示器啊，它们相同的照片显示出来的颜色亮度啊，都是不一样的。所以对着屏幕说真实呢，这些都是业余的说法啊，我们这里从来不聊这些。你们只要找到自己喜欢的风格，多尝试，多动手就好。那下面就正式对比两台手机在光学成像上的表现了，它们俩的系统版本呢也都升级到了最新正式版。那么下面我们还是先从主摄开始聊，参数就列这儿了，它们主摄的硬件参数上呢还是比较接近的，光圈呢是 OPPO 的大一些。那么咱们还是看实拍效果啊，测试方式就是默认设置，拿起来就拍。先看第一组样片，它们的颜色风格上确实有差异。黄色跟绿色的呈现呢，确实有所不同。你们更喜欢哪边的风格呢？还有这次 Find X9 Pro 终于在默认模式下就能输出高质量模式照片了，2600万像素的。前提是这个场景 HDR 多帧合成的难度不大。如果多帧合成的难度大呢，它就会输出1200万像素照片。那么中心解析力方面呢，这回咱们放大看的是阳光直射的部分啊，而且反光挺强的。你还别说，他们把高反光白色区的细节拍得确实非常清楚，但是解析力、清晰度确实是 OPPO 的更好。再看一组样片哦，这回颜色风格的差别就更大了。你们更喜欢哪边的色彩呢？那刚才那组放大的是高光部分啊，这回咱们放大阴影部分。这回解析力方面啊，两边差不多了，但是如果综合所有的石头纹理还有树叶的表现的话，依旧是 OPPO 的表现更好一些啊。那如果你是用手机屏幕看，而且还没全屏的话，可能看不出来。你最好用一个大显示器 4K 去看。两台主摄都有5000万像素高清模式，那么在这个模式下的解析力啊，两边差不多，但是啊，还是那句话，如果你的显示器够好够大的话，你应该可以看到 vivo 的石头上啊有一些伪色，而 OPPO 这边的所有的颜色都是那么的自然，所以 OPPO 这颗主摄呀确实非常的厉害。镜组的光学质量，也就是边角画质把控方面呢，先看右上角 OPPO 的表现更好，再看左上角依旧是 OPPO 的表现更好。总之呢 ，OPPO 的这颗主摄做的确实非常不错，这是它喜的地方，只可惜后边还有优的地方。再说超广角镜头，硬件参数呢，它们是非常接近的，但是它们的感光器呢，并不是同一颗，一个是 GN1，一个是 GN5。实拍样片在颜色风格方面还是略有区别的，你们更喜欢哪边的风格呢？那么 OPPO 这边依然是自动开启了2600万像素的高质量模式，但是在解析力方面，仔细看的话，还是 vivo 的表现更好一些。再看一组样片，这回 OPPO 在这个场景下就是1200万像素输出了，它并没有开启高质量模式，可能这个场景的 HDR 合成难度比较大吧。那么解析力方面，依旧是 vivo 的表现更好。它们的超广角都有5000万像素高清模式，那么在高清模式下的表现呢，乍一看差不多啊，但是某些局部呢，比如说树叶的表现呀，最下方岩石的纹理啊，确实还是 vivo 的表现更好一点。镜组的光学质量，也就是边角画质把控方面呢，两边差不多啊。看另一个角的表现也是如此，而且这两个超广角呢，感光器大小差不多，视角也差不多。那么在镜组光学质量方面呢，这两颗超广角的表现就是半斤八两了。再说中长焦这块 ，OPPO 是3倍 ，vivo 是3.5倍。OPPO 这边采用了三星最新的1.56英寸的2.1像素感光器，这个感光器好像还是第一次应用在手机上吧。那么 vivo 那边呢，就是1.4英寸的2.1像素感光器。对比样片，先从2倍数码变焦开始看，它们都是主摄的数码变焦。那么解析力方面 ，vivo 的更优秀 ，OPPO 那边画面中有一部分还是虚的啊，难道是 HDR 合成的时候出现的问题吗？现在 OPPO 是3倍 ，vivo 是3.5倍，它们都是光学焦段了。那这个时候 OPPO 的3倍呢，开启了高质量模式，是5000万像素的。它5000万像素的主摄跟超广角的高质量模式是2600万像素的。这个2亿长焦呢，它的高质量模式呢就是5000万像素了。但是在解析力方面啊 ，OPPO 还是在某些部分出现了发虚的情况啊。如果看不虚的位置，它的解析力确实是非常高，比 vivo 要高，但是它画面中就是有模糊、有不清晰的地方，所以还是 vivo 的表现更好。两个长焦头都有2亿像素高清模式，那么这个时候在解析力方面呀，这 OPPO 依然出现了某些画面是模糊的情况啊，真是不知道怎么回事啊。
而且 vivo 的长焦镜头在拍摄2.1像素的时候成像还是非常慢的，但是它是通过动画的形式给了你一种仪式感，让枯燥的等待时间呢看着很有意思，但是它的成像时间确实非常慢。再加上它最后的成像结果嘛，它为什么总有地方是虚的呢？所以在长焦的2.1像素模式下表现更好的还得是 vivo。其实长焦头的2.1像素照片呢，我肯定拍了不止一张，拍了非常多的场景啊。在很多场景下，在解析力方面，确实就是 vivo 的表现更胜一筹啊。现在是6倍的对比，6倍呢是 OPPO 的拍摄界面中给你推荐的一个数码变焦焦段啊。这个时候的解析力方面是 OPPO 的表现更好。现在是10倍的对比，那10倍呢又是 vivo 的拍摄界面给你推荐的一个数码变焦焦段了，解析力方面是 vivo 的表现更好。现在是30倍数码变焦的对比，这个时候是 vivo 的表现更好，在解析力方面啊，不过 vivo 这边的数码处理痕迹呢也是更多的。再说微距的表现，这两台手机都可以用超广角和长焦来拍摄微距，现在看到的就是超广角数码变焦到主摄焦段的微距表现，它们的对比结果呢还是比较接近的。再换一个拍摄环境，换一个被摄物体，还是超广角数码变焦到主摄焦段来拍的微距，它们的表现依旧是非常接近的。现在是长焦镜头拍摄微距的对比，别看它们一个写的6倍，一个写的10倍啊，其实它们都是用3倍、3.5倍长焦镜头来拍的，这些都是数码变焦焦段。那么在解析力方面呢 ，vivo 的表现更好一些。再换一组长焦镜头拍摄的微距效果，同样的，论解析力的话，依然是 vivo 的长焦镜头的微距效果更好。再说前摄，先看前摄自拍的对比，用的就是前摄的默认设置，没有调其他的选项。OPPO 在切换到前摄的时候呢，虽然说没有显示切换到人像模式了，但是它也出现了美颜选项其实呢也是人像模式。vivo 切换到前摄之后，直接就蹦到了人像模式了。那么从最终的成片效果上看呢，它们都是非常优秀的，无论是人物的肤色呀、清晰度解析力磨皮美颜的程度最终照片的精美程度都是同一等级的，而且都非常好。现在是前摄录像的表现，在默认设置下 vivo 的视角更广一些人脸呢拍得更小一点。那是不是 OPPO 那边拍的人脸更大，看着它的清晰度更高呢？反正呢两边的前摄效果还都是不错的，但是 OPPO 那边随着光线的变化，它的肤色变化呢还是有一些明显。在某些光照条件下呢，它还是非常红润的，但是到了现在这个光照条件下呢，又看着有点发蓝了。vivo 那边呢又显得有点暗。总之呢，他们俩的前摄水平都是属于很不错的了。再说人像拍摄的表现，用的也是手机的默认设置，没有调其他的选项。那么在第一个场景下呢，两边的效果都非常好虽然说从肤色上看两边是有区别的，但是我也不知道哪边的更好看，你们更喜欢哪边的肤色呢？当然在磨皮美颜方面vivo 这边做的更重一些，照片看起来也更精致一些。OPPO 那边呢相对还原但是整体效果也是很精神很漂亮的。但是换了一个光照角度之后这个时候人像效果就看出差距了，还是 vivo 的表现更稳定一些也是 vivo 这边的人像效果呢看着更精神更精致。那 OPPO 跟刚才那个环境比呢，人像表现自然就没有 vivo 的稳定了，而且整体看起来的效果呢也没有 vivo 这边的人像看起来那么的讨喜，所以说在人像表现方面呢还是 vivo 的更强一些。再说蜘蛛扩张度的对比， OPPO 这边默认设置跟大师模式、主摄跟超广角都测试了， vivo 那边用的是鲜明、质感、自然这3种模式，同样的主摄跟超广角在大光比的环境下也都测试了。所有拍摄的测试样片都放在这里了，大家可以自己去看，我可以教大家怎么去看。那么蜘蛛扩张度环节呢，看的是在大光比环境下亮部跟暗部的细节呈现，细节呈现的越多呢，是越方便你拍完之后再去后期的。当然了，有时候手机呢也会替你做主，它自己呢会给你直接生成一种色彩模式，但是就不太方便你后期了。比如说OPPO 的大师模式vivo 的质感模式它有时候会把暗部压得非常的暗，细节呢会比较少。不过呢，这两台手机总有一种色彩模式，它的细节呈现是非常丰富的，它是非常方便你拍完之后再去后期的。那么在这种大光比环境下呢，要求手机亮部要能亮得上去，暗部要能暗得下来。亮上去的同时呢，如果天空中有云层云层的细节要丰富，树枝与天空的分界呢过渡要自然。暗部要能暗得下来，暗下来的同时呢，也要呈现出非常丰富的细节，而且不能发虚，也不能偏色。
那么这就是判断一台手机在大光壁环境下指出宽容度好坏的标准了。再说夜景的对比，先看城市环境，这些环境呢也是我们精挑细选的测试场景，有强光有阴影。两台手机在大部分场景下的表现呢还是比较接近的，这里说的是直出的情况下啊。但是有些高难度场景呢，超广角的表现 OPPO 这边的亮部细节呈现呢就有问题了。那么在之前 OPPO 的手机呢也出现了这种情况，比如说现在看到的几个场景。那么解决办法呢也非常简单，就是打开自动夜景或者用夜景模式去拍。这个时候呢 OPPO 的超广角在亮部细节呈现方面就没有问题了。只不过有一点呢，就算是直出或者说是打开自动夜景，它的成像速度呢，就是现在录屏的这样啊，看起来是挺快的，但是跟 vivo 比呢，还是 vivo 的成片速度更快一些，而且 vivo 在任何场景下，它的成像效果都是很好的啊，也就是说它的成像速度又快，成像效果又好。那离开喧嚣，来到城市环境非常暗的地方啊，比较昏暗的场景了，主摄的表现细节呈现是 vivo 的更好，超广角呢是 OPPO 的更好。再看长焦夜景的表现，先看2倍数码变焦的，两边的表现非常接近。那现在 OPPO 是3倍 ，vivo 是3.5倍，它们都是光学焦段了，表现也是非常接近的。现在是6倍数码变焦的表现，那放大看呢，要说看得清的还是 vivo 这边看得更清楚一些，但是数码处理的痕迹更重。现在是10倍数码变焦的表现，那放大看呢，要说从观感上说呀，我感觉 OPPO 的效果更好。虽然说它长焦的感光器小一些，但是它的光圈大了很多。来到昏暗的场景 ，OPPO 是3倍 ，vivo 是3.5倍，它们都是光学焦段，细节呈现呢两边是同一级别的。但是到了10倍数码变焦呢，仔细分析的话，还是 OPPO 这边的细节呈现更多一些。虽然说它的噪点更重啊。那下面就是真正的极暗环境的挑战了，要看看厂家的软硬件配合水平怎么样了。第一个场景祖传神树。主摄的表现细节呈现两边都不错啊 ，vivo 的细节呈现稍微多了那么一点儿，但是它拍的太亮了啊，没有必要这么亮。超广角的表现呢也是这样。健身器场景是非常极限的场景，那么在成片效果上看呢，这个 vivo 拍的还是太亮了，它输出照片的伽马值可以稍微降一降啊，只要别影响细节呈现就行。那么在细节呈现方面呢，确实也是 vivo 的更强。超广角嘛，也是 vivo 的强点啊，但是这么暗的地方呢，超广角也拍不出什么细节了。那么这两台手机在极暗环境下拍摄的体验也是不同的。现在看到的是 vivo 的界面，首先它的界面呢是比较暗的，但是还能看清背受物体。那现在呢是 vivo 的表现，取景画面是非常清晰的啊，可以非常清晰的看到你要拍摄的物体。在拍摄成像时间上的差别也是比较大的。那 OPPO 这边呢，在这么暗的环境下呢，主摄是用3秒钟的曝光时间就可以拍完夜景。那相比之下呢 ，vivo 拍摄这样的场景呢，需要7秒的曝光时间。虽然说看起来时间是比 OPPO 长了很多，一个3秒，一个7秒，但是呢，这个并不是1秒跟3秒的区别啊。3秒跟7秒的区别呢，其实就不那么明显了，因为都得端稳，所以二哥呢就不用笑大哥了。下一个场景说的是小鹿，乍一看两边主摄拍摄出来的样片在亮度上差别很大，但是重要得看细节呈现。这回在细节呈现方面呢 ，OPPO 的表现还不错啊，并不怎么输 vivo。不过到了最暗的场景，祖传神树 Pro 主摄的细节呈现差距依旧还是有的 ，vivo 的更强更好。视频录制用的是手机的默认设置，也是最接近现在社交软件录制的效果。现在是主摄白天手持走路的表现，没有架子，没有稳定器。两边在清晰度跟防抖方面都是非常好的，就是颜色方面的差别呢，还是有一些的。你们更喜欢哪边的效果呢？现在是超广角的录像效果，当时呢还是有些逆光，其实拍摄条件还是很苛刻的，但是两边的表现非常的接近，效果也是非常的优秀。现在是2倍数码变焦的录像效果，它们都是主摄的数码变焦，两边都非常理想啊，清晰度、防抖都非常好，颜色也是非常接近的。现在 OPPO 是3倍 ，vivo 是3.5倍，它们都是长焦镜头的光学焦段了，两边在清晰度跟防抖方面都是非常优秀的，但是在颜色方面，我更喜欢 OPPO 的颜色 ，vivo 那边相比之下呢，有些发白。现在是10倍的录像效果，这回在清晰度方面呀，就是 OPPO 的更好了，颜色也是 OPPO 的更好，防抖两边都是非常优秀的。
现在是他们最远的录像数码变焦焦段 ，OPPO 是18倍 ，vivo 是20倍。但是在录像的效果上看呢，就是清晰度啊、颜色这些啊，都是 OPPO 的表现更好。看来 OPPO 这回用的三星最新的2.1像素小感光器呢，效果还真是不错的。现在是主摄夜晚的录像表现，两边在清晰度和解析力方面做的都是非常优秀的，但是在防抖和色彩方面是 vivo 的表现更好。现在是超广角的录像表现啊，当时的环境还是非常暗的，超广角是很难应付的。但是要说效果嘛，比如说清晰度啊、防抖啊、解析力方面，这回是 OPPO 的表现更好。现在 OPPO 是3倍 ，vivo 是3.5倍，两边的清晰度跟颜色都是不错的啊。但是 OPPO 这边怎么有点拖动的感觉啊？就是一拖一拖的，对吧？所以防抖方面呢 ，vivo 的表现更好一些。现在是夜晚10倍录像的表现 ，OPPO 这边在清晰度方面、颜色方面做的是非常好的，就是可惜有这种拖动的效果。如果没有这个拖动效果，它的这颗全新的小3倍长焦的效果啊，是真的好啊。通过这次对比可以看出来 ，OPPO 这次的升级换代呢，可以说是喜忧参半。它的主摄呢是非常不错的，但是它新的2.1像素长焦镜头在成像方面还是有些问题。但是看起来呢，可能软件方面的问题更多一些吧。我不知道后期升级能不能有所改善。那 vivo 这边的升级换代呢，相对于上一代产品来说呢，可以说是稳步前行。其实它的进步呢，如果跟上一代对比的话，你可能看不出来有多大进步，但是它表现出来的呢就是稳健。那这两台手机对比呢，就一个是冒险家，一个是完美主义者。我不知道大家更喜欢哪边啊？那么结尾的时候，大家可以对这两台手机的工业设计说一下你的看法，就是你更喜欢哪边的造型呢？喜欢 OPPO 的大1，喜欢 vivo 的大2。OK， 到结尾了。看完前面内容，希望在选择方面为您提供了帮助，也希望您能喜欢我们的节目，别忘了点赞和加关注支持我们啊！我们下期节目再见，拜拜。